欢迎观看说文解字双语教育视频系列。本视频配有普通话讲解，并提供同步英文字幕。你有没有注意到，许多看似与狗无关的汉字里却藏着一只犬？比如猜测的猜、沉默的默、形状的状、厌恶的厌、监狱的狱。在本期节目中，让我们沿着犬字旁的足迹，一起追寻狗在汉字中的故事，看它是如何一步步走进我们的语言与文化的。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狗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逐渐脱离野狗群，长期与人类共同生活。在古代社会中，狗主要扮演3种角色：一是看家护院，担任守卫的职责；二是协助狩猎，成为人类的狩猎伙伴；三是作为食物资源，被用于烹饪食用。虽然在今天，我们可能难以接受食用狗肉的做法，甚至会感到残忍与不解，但这一历史事实却真实存在。在古代，狗固然是人类的朋友，但首先还是被视为家畜，这一点与猪、牛、羊并无本质区别。正因如此，了解狗在古代社会的多重角色，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汉字的演变，尤其是犬部汉字如何深刻反映出人与动物之间的历史联系与生活实践。犬是一个象形字，本意为狗。在甲骨文中，犬字的字形如同一只狗，头部朝上，前后腿向左或向右伸展，尾巴垂下，为了书写方便而竖立起来。到了金文时期，字形更接近于站立或蹲坐的狗形，尾巴上卷，蹲坐的狗头上还清晰可见耳朵的形状。有趣的是，无论是犬还是狗的语音形式中，其实都蕴含着卷曲、弯钩等原始意义。随着字形的演变，到楷书时期，原本代表狗耳的部分变成了一个点，并与狗身分离，使得整个字形逐渐失去了狗的形象。在汉字中，凡是带有犬部的字，通常与兽类相关，常用于表示动物的名称、动物的特性，或与捕猎野兽有关。作为左部偏旁时，它写作反犬旁，而作为右偏旁或下偏旁时，则直接写作犬。例如猫、狼、猪、狐、狸、猴、狮、猩等等，这些汉字都直接用来指代具体的动物。此外，还有一些带反犬旁的字，虽然不直接表示某种动物，但却体现了兽性的特征，例如狡、猾、猛、狠等等。这类词语经常用来形容野性、凶狠或狡诈的性格，其与犬的联系也相对直观。然而，更有趣的是，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表面上与动物毫无关联的字中也含有犬部，例如毒、猜、犯、油、墨、现、状、然、臭、厌等等。甚至还存在一些能看到犬却不认作犬字旁的汉字，比如哭、泣、莽、或、欲等等。这些字与犬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或文化联系呢？在古人的观念中，羊为群，犬为独，也就是说，羊喜欢群居，而狗则天性独处。从造字来看，古人显然十分重视这一点，强调2只狗不能在一起。例如，寅这个字，其字形为2条狗，意思是它们相互撕咬，象征冲突与不和。类似的，还有我们稍后要讲到的玉字，也体现了2犬相对，必有纷争的概念。在古代人的认知中，2只狗凑在一起，多半没有好事。猜字最初的含义是狗看家，强调的是警觉防范。当狗保持警惕时，会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一切，于是这个字逐渐引申为警惕陌生人，防范坏人，进一步发展为我们今天常用的猜测、猜想，也就是揣摩他人真实意图的意思。犯字的本意是狗主动攻击或骚扰陌生人，后来引申为侵犯、冒犯、触犯等含义，用于描述违反规范或干扰秩序的行为。游是游的一体字，本意是喝醉了的狗。古人观察到醉狗东倒西歪，动作迟疑的样子，于是引申为犹疑、犹豫，表示不确定、不知所向的状态。再进一步演化出相似、仿佛的意义，例如犹如、犹若等词汇中的用法。墨字的本意是指狗突然冲出来咬人。正所谓咬人的狗不叫，这句俗语恰好印证了墨的原始含义，
安静但具有攻击性，沉默之中隐藏着行动的爆发力。现字的古字形，左边是利，并非男，右边是犬。利是一种古代用于烹饪或祭祀的器具，具有礼器的意义。整个字的本意是用狗作为祭牲，向神明献礼。由此，献逐步引申为进献、奉献，再发展为展现、表演给他人观看的含义。道德经有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所谓刍狗，是古代祭祀时用草编制的狗形祭品，仪式完成后便弃之不用。人们对刍狗既无敬意，也无怜悯，只是其为礼仪的一部分。老子借此表明，天地无情，对万物一视同仁，如同对待刍狗一样，让它们顺其自然的生灭运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今天常用来表示形状的状字，其本意竟是狗的样态，意指狗的各种姿态与状态，由此引申为外形、状态。至于燃字，它的本意是燃烧及烤制。从最早的字形来看，与今天的写法相差不大，左上是肉，右上是犬，下方是火。整个字描绘的正是烧烤狗肉的场景。尽管在现代人看来，这一用法可能令人难以接受，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古人生活中的饮食习俗与文化观念。臭在古代并不带有贬义，其本意是嗅，即用鼻子分辨气味。字形中的字代表鼻子，犬则强调嗅觉的灵敏，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古人对狗类嗅觉能力的高度认可，认为它们在辨别气味方面极为出众。燕字的本意一般认为是压，即压制、压迫。在早期语境中，它与猎捕猛兽有关，当人们捕获大量肉食猛兽，进食过多时，会产生生理或心理上的反感，由此引申出因过度而生厌的含义，进而发展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厌倦、厌烦等意思。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已经一起了解过哭字的起源，它的本意其实是狗的哀鸣声。泣这个字也非常有趣，它的本意是指一只狗正对着四面八方大声吠叫，警觉守护，因此原意是看守东西的狗。后来，这一含义逐渐淡化，器就被引申为用来装东西的器具。蟒是个会意字，从犬，从蟒表示草丛。原意是狗钻进草丛中追兔子，因此带有一种野性和冲劲。后来引申出草丛、广袤、粗鲁等含义，和它最初的画面感也还是有所关联的。或本意是打猎所得的禽兽。古人狩猎往往会带上猎犬，因此或字中包含犬也就顺理成章了。虽然今天获得的用法已经脱离了原始语境，但词源中那种努力之后得其所获的味道依然在。欲这个字就更耐人寻味了，它左右两边都是犬，中间一个言字，表达的画面是像两条狗一样争吵，通过言语对峙，互相控诉，这就是最早的打官司的含义。争论之后，自然会有一方受到惩处，于是狱又被引申为监狱、牢狱等意思。一笔一画藏天地乾坤，一撇一捺应生活智慧。汉字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它凝聚了历史的痕迹与生活的故事。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字里行间，探寻汉字背后的文化密码。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请记得帮我们点赞。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